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坐姿，就是驾驶的坐的姿态。这个问题我必须先说，就是这个问题会因很多人的身材会有所不同，但是有几个重点必须要去注意的，就是你跟你车上所有控制的东西，它的距离跟你操控上的便利性。像坐的方面，因为每台车可能不太一样，有的就是椅子只能调整前后，然后可能比较好一点的可以调整坐的这个坐垫的高低，然后倾斜的角度。但是我讲比较基本的几个重点，第一就是你脚在踩油门的地方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穿拖鞋。像有的车它旁边有休息踏板，你必须先衡量，就是你的脚能不能很轻松的，你不能太弯，你也不能太深太直，就是呈现很轻松，以你的大腿可以靠在这一块上，脚去踩到休息踏板为基准，然后右脚就是你可以踩到油门跟刹车后面这块底板，你可以去踩到它为基准。因为你如果坐得太后面的话，你如果只能踩到它的下面，你脚没办法去伸到后面的话，有时候你在踩刹车，你那个施力的角度会不一样。然后油门踏板也是，你如果坐在后面，你可能没办法踩到底，或者说你在控制上，应该这样讲好了，如果你坐得太后面，就变成说你在踩油门的时候，你只是变成你的脚尖在控制的话，那个可能你长途驾驶下来，你脚会比较酸，然后踩刹车的反应上可能会比较累了，我的感觉。因为我看过很多朋友很喜欢坐后面，坐得很后面，椅子他把椅子调到很后面，就变成说你在踩油门的时候，可能你脚会伸得很直，脚部的肌肉在使用上的位置会比较不一样，可能长途驾驶下来，你的脚会特别酸，尤其是手排车的话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人跟方向盘这些东西的距离。以坐姿来讲的话，除非是现在比较高级的车辆，比较讲究座椅的人体工学，要不然说实在话，一般车辆可能只有背部，你背部可能只有2/3，你的腰跟背，你上背部碰不到椅垫，就本来是腰跟背部，下背部你要贴着椅背，然后我们手伸直，在这个姿态上手伸直，你可以碰到仪表板这块透明玻璃的上缘，像我现在这样子，我手伸直，刚好就是碰到仪表板它这个透明护盖的上缘。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手部，你必须很轻松的就能去按各种按键，左手也是，雾灯啊，一些开关，你都能很轻松的去碰到。出风口的调整啊，然后故障灯这边都你在身体不动的状况下，你只伸手，你就要能够碰到这些东西。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驾驶位置，要不然你可能为了按个按钮，或者说调整一下东西，你身体必须往前的话，如果在行驶过程中，你为了调整这些东西移动身体的话，会对操控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。然后再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就很多女孩子会发生，就是会坐得很靠近方向盘，像很多女孩子她们在开车，她的手背前手背跟上手背就只有小于90度，胸口又很贴近方向盘的话，你在转弯操控上
会局限的空间会变得很小。我是建议，如果手握方向盘的话，至少你这个前手背跟上手背，你这个角度，关节的角度必须大于90度。你这样子在转方向盘的时候，你会比较轻松，然后比较不会说受到压迫。如果碰到紧急状况啊，你在转方向盘的时候，你的速度会变慢。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说实在话，这种东西会因个人的身材比例去受到影响，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，像油门踏板，你脚在踩踏板的这个距离，跟身体跟方向盘的距离，还有手握方向盘的这个角度，这个都很重要。所以可能你们自己观察自己坐在车上，手握方向盘，你可以先看看你的脚，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踩到踏板的后方，不是下方哦，不是这个下方，是要放到后方。这样子你在踩刹车的时候踩到底，你还有余量。你不会说坐在太后面，你要为了要踩个刹车，你会过度的把脚伸直，那个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移动，在紧急状况下反应会比较差啦。然后手部的角度、身体跟方向盘的距离，你如果太近的话，再转方向盘，你的角度会受到因为身体太靠近方向盘，你这边的空间就会被压迫到。你到时候在紧急做大角度转换的时候，你手部的运作空间就会变小，会变慢，会 KK 啦。那我的建议就是，可能你按照我的方式去测试自己坐姿的话，可能要做个调整，因为可能没有碰到事情，你会觉得说，我做这样就好好的啊，为什么要更改？但是说实在话，有时候真的你在紧急状况下的时候，你要踩刹车，但是你的脚因为你坐太后面，脚要伸很直，才会有办法去踩刹车踩到底的话，你变成你的施力点。因为说实在话，在紧急刹车的时候，脚在踩刹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借由身体靠着椅背做一个阻力，一个阻挡，我们所有的力量就可以踩在刹车上。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如果你坐它后面的话，你可能变成只是靠脚踝的力量在踩刹车的话，那个都不对。然后方向盘的操作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手的关节这个关节，以你正常的坐姿，手去握住方向盘的3点钟方向，如果你这个角度小于90度的话，那就表示你坐得太直，或者坐得太近，太靠近方向盘。最少像我的坐姿的话，我可能关节这边的角度大概在100多度，我是建议就是不要小于90度嘛。你小于90度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衡量看看小于90度，那变成说转方向盘的时候角度关系啦。我是觉得紧急变换车道的时候，你在快速转动方向盘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差异在。可能这个话题大家会觉得很无聊，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在碰到紧急状况应变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差异在。可能有人说啊，你看赛车手的方向盘都很靠近身体，因为他们的方向盘有的都是1:1，你方向盘动多少，轮子就转多少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做很大角度的转换。那一般市售车的话，方向盘可能你可以转个2圈，它才会到底。那个都是那个方向机齿比的问题，所以说不能以比赛车或场地车的那种坐姿来衡量。像身体距离方向盘要强调的就是除了操控以外，最主要就是现在很多车子几乎都有主驾驶座安全气囊。这样讲好了，
安全气囊它炸开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空间，它膨胀起来会有一个空间在。譬如说，像我的是没有安全气囊，而且我又是改装方向盘。像如果一般车辆的话，你气囊炸出来，必须要有一个距离，它膨胀到极限的时候，我们人再撞上去。如果你坐得太近，你直接在它的膨胀范围以内的话，你人不用前倾，因为那个安全气囊起爆的速度很快，它冲击的速度很快。如果你的坐姿直接就是在安全气囊的膨胀范围内的话，你可能安全气囊一炸出来，直接就打到你人，它是直接打你的人，而不是说它已经膨胀好，他们等着去接住你。这个是一般使用者必须去面对的问题。因为你坐太近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坐太近的话，如果真的出意外，你在安全气囊的膨胀范围内，它一打出来，直接就是去撞击你的身体，而不是说你必须给它一个空间，它爆出来以后充气，然后在这边等着去把你人接住，这个才是最安全的方式啦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坐太近的话，气囊一炸出来，直接就是在打你，那个会更危险。所以说，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方向盘这个东西。然后可能椅子的话，脚部的这个可能就真的会有点会因人而异啦。然后除了方向盘安全气囊外，有些车子甚至可能你的膝部这边，就是下护板这边，它还有配备就是膝部安全气囊。像我刚刚讲，为什么你的脚必须能够踩到踏板的后方，就是当你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，我们人会本能性的脚去踩住一个东西去支撑身体往前冲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再来就是膝部安全气囊，你必须脚跟护板这边，膝盖跟护板这边也是要有个距离，让它爆出来以后能够去顶住你的小腿前方。因为膝部安全气囊它又有另外一个学名，就是防下潜气囊，就是我们譬如说前方接受冲撞的时候，我们人会往前滑，当你的脚没办法去踩到没有支撑性的话，它这个气囊会爆炸，顶住你的膝盖，让你人不会往前冲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坐得太后面，你身体一定会直接往前冲，因为你脚踩不到。如果你坐得太近的话，你的膝部安全气囊一炸出来的时候，它也是直接在打你的膝盖，这个都很危险。所以说，脚部空间跟手部空间，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可能要思考一下，你的坐姿是不是太近或者太远。可能有的人喜欢开车手伸得很直，然后下去握方向盘，那个都会导致你操控上的空间跟施力都会有所影响。好啦，那这个手部的空间、转方向盘的空间跟脚部的施力点跟距离，大概就这样子咯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